唐总品味，哎呀，富丽堂皇啊！这楼有多少层啊？啊？你来我这儿应该不是为了看风景吧？哎呀，是这样的，律师函呢，我收到了。今天我来呢是专程向您道个歉。这件事情我完全是不知情的。这个白小麦啊，他完全就是瞒着我去干这事儿。我要知道肯定拦着他。那是你授意的吗？毕竟之前你不是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吗？我承认，我当年这个刚接手公司的时候呢，是有一些这个小动作，但我那是本着学习借鉴，我也没造成什么坏的影响吧。你相信我，我跟这白小麦啊完全不一样。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有家族传承，我要脸呢，还是要有职业操守的嘛。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个人啊，对这个服装公司呀，就完全不感兴趣，我不喜欢。甚至白小曼在我面前信誓旦旦跟我说：“哎，我能把这公司替你管好。”我耳根一软，我说：“那你去滚吧。”谁知道闯这么大一个祸出来，还得我亲自出马来给他擦屁股。哎呀，唐总，不管我们海药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可那毕竟是我父亲当年白手起家打下的江山呀。我不能让它毁在一个女人手里，是不是？咱们两个公司，啊，是国内最大两个老牌公司了，但现在日子都不好过。我们被这个电商啊欺负的成什么样了？有多少店都关掉了。这种光景下，我们应该共度难关吧，不能互相拆台啊。看你是不是挺清楚的？你心里应该很清楚，这个事情我们公司承受了多大损失。我理解。你看我今天来，啊，坐在你们面前就我们两个人，咱们这个敞开心扉聊一下。我今儿来肯定不是来推卸责任的，我是来解决问题，咱们有事好商量啊。那你想要怎么解决？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如果明远收购了海洋，那我们就是一家人。那如果既然是一家人，就应该不存在抄袭这个事儿了吧？还有最后6天马上就要走了，这6天想做什么呀？啊，我作业还没写完。你还有作业？你就剩6天了都不想想怎么陪我？我想陪你，可是作业还没做。什么作业？我这次啊，想带一些手工苎麻回到法国去。为什么突然间想找苎麻呀？虽然这种手工苎麻它不够精致呀，但是它非常实用。和刺绣那些比的话呢，它也是有非常悠久历史的。用它来展现传统文化，最适合不过了。你觉得呢？我倒是知道一个地儿盛产苎麻。真的吗？那能不能好好表现，我带你去啊。小狗狗。唐总，您这要去哪？我派车送你过去吧。不用了，我们自己开车过来。这一次非常感谢你啊，在苎麻方面给我们上了很生动的一课。唐总，您真是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祝你一路顺风。谢谢啊。谢谢。走吧。我们刚看那个苎麻工艺真是太棒了。你说古代的劳动人民太有智慧了，在4700年前就会用苎麻做衣裳了。小样颇有收获呀！啊。我觉得呀，我这次作业交上去一定能拿个好成绩。啊，这儿风景真好。早知道你这么开心啊，我是不是应该早点带你出来玩？对呀，哎，
那我们现在去哪？咱们既然来都来了，四处逛逛。嗯。我准备把你卖在深山老林里边。我说，能不能休息会儿？爬了多一会儿，你都休息3次了啊！现在好累啊，还要爬多久啊？还有一半吧。一半。就你这小体力，咱怎么爬到山顶啊？我说，你平时也不怎么运动，怎么都不累啊？我体力好。走吧，坚持一下。真的好累。你给我唱个歌，咱俩边唱歌边走，好吧？我劝你不要听我唱歌。我听你弟说过你唱歌跑调，我想听啊。唱给你啊。好。大山弟子孙傲。什么？啊？来。哎呀！都肿了。干嘛？这叫什么？幸亏带了这个。我说你怎么出门？忍一下。好臭啊！现在怎么办啊？我们还要爬上去，我这脚都扭了。怎么办？我背你啊。你背我别。我不背你，把你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我可以坚持走。说是你唱个歌也能把脚崴了。可是山路本来就难走，你还背我，肯定更难。那怎么办啊？把你扔在这儿。我可以坚持。来，快，起来。2、3，走吧！哎，上山啦！今儿唱啊！啊！你想听什么？蓝精灵。你好。哎呦，远的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只蓝精灵。你这格格舞啊！什么？老唐啊，我发现这个方卫国不但没有收手，而且这几天在股市上还持续有动作。哎，你跟明轩是怎么想的啊？我都坐不住了，你们还在这儿？你今儿说说，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个事情我不可能不管。老夏，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其实我手上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去收购股票来抗衡它。哎呀，那要这样下去的话，那就只能等10%的公告出来了。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明轩一直也在外面在跑，为了这件事情。哎，我心里也清楚，未必会有效果。其实我仔细的想了想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似乎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啊。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在明轩的态度上。老夏，你既然提到这儿了，我想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想法，你说一下。哎呀，这个事情嘛。没事。都肿了还没事儿？不疼。不痛啊？疼。
你想什么呢？我之前经常会想起《小王子》那本书里面的一句话：我就这样孤独的一个人活着，没有一个真正聊得来的人。但是自从我遇到你之后，我觉得我每一天过得都好幸福，生活有了色彩。你就像是我的安眠药，每一夜为我助眠，每天都可以做好梦。谢谢你。怎么了？我在想，要不要留下来陪着你？那不然呢？你当然要回去好好的上学。你不是想做一个优秀的设计师吗？我会等着看你的胸呢。我未来的老婆最棒了。我回来了。哎，猪猪，吃过饭了吧？吃过啦。过来吃点水果。芒果不错。哎，很漂亮啊，哪买的？是吧？漂亮吧？嗯，朋友送的。多肉。朋友，男的女的？干嘛，姑妈搞得这么紧张？你是女孩子，外面社会那么乱，碰到坏人怎么办？要碰见那个叫什么渣男？渣男？姑妈你还懂渣男呀？与时俱进。这个容易啊，让猪猪谈个男朋友保护她。哎，你要真有男朋友，一定要带回家来看看。啊？不是男朋友，就是普通朋友。有男朋友你敢吗？嗯？普通朋友。哎，你知道你哥去哪儿了吗？我打了1天电话都联系不上他。他可能山里没有信号吧。嗯？山里？他去山里干什么了？他去找莫非姐了。你们没觉得吗？他自从认识了莫非姐，整个人都开朗多了，业余生活都丰富起来了呢。当然了，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到大自然里面去陶冶一下，这是一件好事情。现在什么时候了？大家为了公司的事情都急成什么样了？他还有闲心跟那小姑娘跑到山里去转？要是被夏振东和那些股东知道了，会怎么想？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会玩的人才会工作”，他应该有他的自由啊。他是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自由与不自由跟公司的利益息息相关。他要自由可以啊，大街上的无业游民自由得很呢，他去吗？说不过你，你都是对的。天哪，小心点，小心点！哎呦，哎呀妈，肿了。没事儿，没事儿，阿姨，没事儿，一点都不疼。对不起，阿姨，没照顾好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还不是他一天到晚的四处乱跑的。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小孩子都比你懂事好吗？跑那么远都不知道叫一声，要不是姐夫你回得来吗你？告诉你，不要以为我脚崴了我就揍你。你俩够了，平常吵吵也就算了，今天客人在还吵。他们俩这样我都习惯了，阿姨。哎，明轩，择日不如撞日，刚好我还跟莫凡说呢，哪天请你到家里来吃饭。今天来了，就留在这儿吃饭吧。啊，好啊。啊，那你们先坐着，好好敷着。没事儿，谢谢啊。还没事儿，刚才在车里都哭了，丢不丢人？是谁的？好痛啊！
明轩啊，找你来是这么一件事。刚才你夏叔叔来过了，来跟我们商量关于2家股份的事情。他是这样的啊，夏家一如既往的继续的支持我们。目前夏家的股份呢是雪玲在操作，啊，他建议我们结成一致行动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以我们2家的实力，再加上支持我们的一些小股东。那么方卫国那边就不会造成任何的威胁，是吧？对。以我对我下属了解，应该是还有下文吧。是，怎么说呢？你夏叔叔的意见是，既然2家股份结在一起了，那么对于雪玲来说，我们应该给她一些个。保障，基本保障，保障。什么叫保障啊？你这话说的怎么跟交易似的？你来说。儿子是这样，雪玲呢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知根知底，你跟她呢也青梅竹马这么多年，也是有感情的。夏家呢也不愿意白白出力，本来这些呢也是夏振东留给雪玲的嫁妆。我觉得呢，也是天经地义的，所以现在现实情况就这样，我们呢也不能空手套白狼，不是？其实你们不用说这么多，铺垫这么多了，就是为了公司利益，你们又准备把你儿子给卖了，对吗？是吗？我告诉你们，不可能。哎不，哎明轩，不是我的主意。我就知道谈不成嘛。对，但是这个事情得解决嘛，你有其他办法吗？我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老夏也是的，老夏提这个干嘛呢？你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啊？他不是这家里的一份子，他不是公司既得利益的最大受益人吗？现在家庭和公司到了危难时刻，哎，他做出点牺牲怎么了？不是一回事儿。怎么不是一回事儿？你和老夏说的是利益，他说的是感情，对吧？还是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他不能既享受了公司应有的待遇，又不愿做出任何牺牲吧？公司这么大，谁没做出过牺牲啊？再想想别的办法吧。干嘛呢？你躺在床上老是翻来覆去的。哎。怎么了？今天明轩这个口气跟我说话的时候，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你让我说什么？我又不能强迫他非要跟哪个姑娘结婚，你也做不到。再说了，方倩那个事情，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不是吗？你要是老是这么强迫他的话，哪天你儿子急了这一辈子打光棍，我看你怎么办？你会后悔一辈子。哎。我问你，年轻的时候，我希望你多一点时间陪我，记住我的生日，记住咱们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住吗？那些事情不重要。重要，你到今天都记不住。明轩7岁的时候发高烧，烧成肺炎，你当时在工厂跟工人赶工，通宵没有回来，我一个人带着他去医院。还有那年，我做结石手术。我一个人签的字，自己做的手术，你在哪？你在国外出差。对呀，不是在忙吗？对呀，公司发展到今天，谁没为这个公司做出过牺牲啊？在什么样的位置就要说什么样的话。他今天眼里面只有小情小爱，怎么能做大事？自古帝王都要做出选择，凭什么他不能为公司的利益做出牺牲呢？除非他2头都能兼顾，又能兼顾得到，又能兼顾得好，那我就永远闭嘴。你别装听不见啊！你就放纵他吧，就是你惯的。
我都说我没事儿了，你非得把我折腾过来，我真没这么闲呐。你以为我愿意？还不是你家那位给我的任务，说他不在，得让我好好照顾你。发现你在他眼里根本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啊。我说他什么时候收买你了呀？其实有时候我也挺搞不懂，你说人唐总怎么能看上你呢？哇，说什么呢？你姐我这么优秀，也没写在几层啊。喂，喂，雪玲，哎，喂，你听得见吗？雪玲，哦，哎，对不起，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俩在哪见过吧？我觉得你也好眼熟啊。啊。怎么那么熟？啊，你先生是唐启仁。对呀，你是莫玉欣，之前在我们公司走过秀的。我的天哪，那么久了您还记得？天哪，要抱一下！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呀？还好漂亮。哪有？嗯，你住这儿？对呀对呀，就是，哎呀，看我们光顾着聊天了，上家里去坐坐。真是太巧了啊！怎么会在这儿见到你？哎呀，还能再巧一点吗？这都多少年没见了。没想到在楼下给我们俩遇见了。对呀，这就是缘分吧。你还别说，这么多年您气质可是越来越好了。哪有，还是老了，你才没变呢。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们公司合作的时候，就是那个模特队最棒的演员。嗯，你现在是改行了吗？改行？没有啊。我看你们家好多关于裁缝的东西。啊，这个是我女儿的。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有一儿一女。对呀。你女儿结婚了吗？她学业还没完成呢。在哪读书啊？在法国。法国读什么专业？学服装设计啊。你看，传承你的事业真好。哎，也没少操心。你呢？听说你有个儿子很优秀。那还用说，事业上跟他爹一样是个工作狂，整天不着家。但是这感情上让我操透心了。那怎么说？我跟他爸看中了一个女孩，家世呢都跟我们家相当，而且这个女孩吧从小跟他一起长大，青梅竹马，20、30年的感情了。呀，挺好啊。而且他们一直很要好。这个女孩又有才华又有相貌，如果我们家儿子娶了她，那是我们家福气。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出来一个狐狸精，把我儿子搞得5迷3倒的。哎，现在孩子的感情真的是大人做不了主。他根本就不听你的，你多说2句就说头疼，转身就走，管不了了，急都急死我了。那是你们家全家福吧？啊，对呀。我看看，他们俩一定很漂亮吧？这个是儿子莫凡，这个是女儿。你女儿是莫非？对啊，你们见过啊？我是唐明轩的母亲。这就是我说的狐狸精。你怎么说话的呢？就这么说话的。你说谁是狐狸精呢？你女儿啊，拆散别人感情不是狐狸精吗？唐总太太说话怎么？妈是在吵架吗？没有素质。妈应该在看电视吧？没有素质，你教出了女儿破坏别人感情。好了，我知道了。我早知道唐明轩的母亲是这样一个没有素质的人，我不同意。你不同意，我还不同意呢。真是没见过。啊，怎么了？阿姨，您怎么来了？你来的正好，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请你离唐明轩远一点，别再去打搅他。请你离开我的家。我说完会走的。阿姨，我很尊重你，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的家人。这件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也请您不要来打扰他。有什么事情我们出去说，时间地点您定。我等你电话。教育好你的女儿。没有素质。
睡了吗？没睡呢，爸。看着你亮着灯呢，我就过来跟你聊点事儿。我呀，前2天去了趟唐家。啊。你不想知道爸爸去唐家干什么了吗？您不是经常去唐家吗？丫头，你跟爸爸说实话，你跟唐明轩的关系，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跟他没有这个缘分。那之前你所有的努力和坚持不就白费了吗？啊？有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所谓的成功和幸福，看似离我们还很远，但其实真的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达到了，就差这么一点点坚持。你唐伯父跟伯母都表态了，在这件事情上表示支持。愿意去做明轩的工作，你看呢？以前，我觉得嫁给明轩，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所以我这么努力，付出了这么多，是因为我相信，有一天他能看见我对他的好，我可以穿着婚纱，站在他的身边。可是，经历过那么多事儿之后，我才觉得，也许我做错了。谢谢，丫头，谢谢你跟爸爸说这些。其实，这一天我也在反思。在这件事上，我这么坚持，我到底是想给我女儿幸福，还是会把我的女儿推向火坑？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爸，你觉得我跟他在一起会幸福吗？我跟你唐伯伯摊牌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就希望她幸福。如果2个孩子能在一起则好，如果不能，这一次唐家的事儿，我是帮不到的。睡吧。我说你能别像幽灵一样跟着我吗？我不是担心你吗？万一出什么事儿怎么办？这能出什么事儿呀？有什么好担心的？不行，还是要送过来的。那行了，我现在已经到了，你可以走了。不行，我送你进去。阿姨好。怎么，姐弟俩都来了？是在向我示威吗？我说你干什么？好了，多不许跟阿姨生气，好好聊天，听到没？到底谁家的呀？滚！莫小姐，咱们俩上次的见面很不愉快，这次呢，我也不能保证会十分的和谐，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你跟明轩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即便现在在一起，也不会长久。明轩是什么条件，你很清楚。就算跟你在一起耽搁几年，他也耽误得起。你不一样，你是女孩子，结婚嫁人就这几年，耽误这几年就会变质，以后再想找一个好人家，就不那么容易。虽然我的话有些难听，但它是事实。你这么聪明，应该了解我的意思。阿姨，你只说这些吗？当然，如果你能向我保证，这是最好的。保证以后都不再纠缠我们家明轩。你有什么样的条件尽管提，我会尽我的所能满足你。如果你非要嫁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也可以给你介绍别的资源。我身边这样的有钱公子有的是。我承认，明轩他十分优秀，我也非常爱他，并且发自内心的欣赏他。他能和我在一起，是我的荣幸。可如果有一天他要跟我分开，我也不会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对我自己的未来规划有很明确的方向。他是会跟我并肩前行，还是分道扬镳？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而且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不是吗？阿姨，如果您今天是需要我跟您保证什么的话，那很抱歉，我要让您失望了。我不知道这个保证有什么意义。第一，它没有法律效应；第二，我不觉得它有任何的约束能力。况且这个保证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为什么是我跟您保证，而不是您跟我保证？我承认，您是我的长辈，我应该尊重您。可是，在人格上，我们不是平等的吗？当然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我也不会让您白跑一趟。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您，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过段时间我就会离开上海。距离会不会成为我跟明轩爱情的阻力，我不确定。可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会降低您儿子见到我的几率。我做这样的决定，并不是因为您给我的压力，而是对我自己未来的负责。没有谁可以强迫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所以我不会因为谁的压力就跟明轩分开。啊，哎，你知道吗？公司的股票一路上涨，方卫博都发了公告，他现在持有了10%我们的股份。只要咱们的股票一直持续上涨，他就收不动了。如果雪玲嫁到我们家来，你们俩愁的那些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哎呀，我们家这明轩啊，就是被那小姑娘迷住了心窍，才会拒绝雪玲。哎妈，你坐着。啊，我话没说完了你就走。对不起，对不起，您继续。这件事情上面，我想说一句公道的话。他跟雪玲认识这么多年了，如果说两个孩子真有感情，他会等到现在吗？还有，如果因为公司的利益，让孩子牺牲自己的幸福和爱情，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太自私了？不合适。
你有更快更好的方法解决这个事儿吗？我当然没有啊。对呀，那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方卫国来控制明媛。他小，他容易被感情冲昏头脑。你呢？爱情和事业哪个重要？你拎不清。好，好，好，我上去反思一下。你也坐着，我话没说完呢。我也不怕你知道，我见莫非了。嗯？不是，这都是咱们的家事，你去找他干嘛呀？这个小姑娘明确地告诉我，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出国留学，无论如何不会留在国内。人虽小，但是野心很大。她不是那种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的人。雪玲就不一样啊，雪玲这么多年如一日，对你对家庭，全心全意地扑在你身上。这么好的女孩你都不选，非要去选那个莫非，你也不小了。管理这么大个公司，孰轻孰重，你掂量不清楚吗？工作的事我会处理好，但我感情的事儿，妈，你能不能别参与了？我是你妈，不是你员工，请你说话注意你的态度。行，就是如果从公司的层面你觉得我处理不好，我卸任。感情的部分呢，我可以尊重你的意见，你可以提出你的建议，我有选择的权利，好吗，妈？你不要经常去找人家干嘛呀？是你儿子死乞白赖想要跟人家在一起，人家最后选不选我还是另外一回事呢。你不要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了啊！有道理。等明远不是我们的，你就后悔去吧。去给我妈洗串葡萄。对。谢谢。明轩。哎，雪玲，你现在在不在公司啊？咱们俩见面聊一下。你怎么想啊？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咱们俩不结婚，我爸是不会出面帮明远的。好，结婚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担心结婚了之后啊，你每一天都会哭着睡着。没关系啊。反正我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嫁给你，穿上婚纱站在你旁边，哪怕只有一天我也愿意啊。喜欢这么刺激啊？无所谓啊。那试试看。好啊。说真的，你现在到底怎么想的？你懂我啊。不管怎么样，现在我是公司的决策人，所以处理这个危机，我会自己来想办法。但是我不会拿我的婚姻来开玩笑啊！行了吧你？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咱们俩能走到哪一步，我心里很清楚的。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
你还真可以帮我。若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边。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若你安好，便是晴天。鹅黄，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天真，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誓言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希望，是暖，你是人间四月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水灵，你这几天怎么了？为啥不接我电话呀？你是有什么事情吗？还是？我觉得我们俩还是不要再见面了。是我做的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吗？你说，我改。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你对我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俩不合适，我们俩不可能在一起。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不想耽误你。
为什么？我们之前明明不是这样的呀。这一阵子，你不是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吗？你对我也有感觉的，对吗？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自己？因为我心里还有他。阿姨，我过来就想跟您道个歉。我妈过来胡闹的事儿，我是回了家之后，我表妹都跟我说了。表妹？哦，我和露珠说的。露珠是谁啊？妈，这个我晚点再跟你说，你先听姐夫说吧。阿姨啊，我妈呢，她就是这么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一个人，她一生气起来跟小女孩一样，那完全就是口无遮拦。所以说，阿姨您就算了，就别跟她计较了。我是生气的，但是站在母亲的角度上，我也能理解她，因为她担心她的儿子。从我的角度来讲，只要你对莫非是认真的，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旦你们将来有结果，双方父母的肯定是你们幸福的要素。所以你母亲那块儿，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阿姨，这方面您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妈的工作我来做。即使做不通，我妈对我的感情从来都看不准，我自己感情的部分我自己来做主。从跟莫非在一起那一天，其实最终我是想结婚的。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但是母亲那关，你也要好好的考虑怎么去跟她说。我明白。对不起。雪莲说不结婚了，正在生气呢，快劝劝她。哎呀，太后怎么了？心情不好啊？我哪敢心情不好啊？我每天都要看着你的脸色行事，我不敢，我心情好着呢。您算了吧，妈，您看过谁的脸色呀？你的。我哪敢啊？我不是生雪玲的气，我是觉得你年纪不小了，为什么还不懂事，心里这么没数？您儿子是个心里没数的人吗？以前不是，现在是。现在遇到感情，不仅没数，还是个小傻子。我跟你说，妈，我就跟你聊聊方卫国的事情。这个事情一出，我就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了。什么办法？现在还不能说。敷衍我？我没有敷衍你。就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这事儿我解决不了，从此以后你说的所有的事情，我都听你的。你就拖吧，拖到有一天明远不是我们的，你就高兴了。相信我，妈。你就被那个莫非蒙住了双眼，什么都看不到。你知道他可厉害了，你小嘴巴叭叭叭的，有逻辑、有推理、有排比，气死人。还有这一面？他当然不会把这一面展现在你面前了，可是我看到了，人小鬼大，这么小就有双面性，以后还了得？
你看莫非啊，她真的是个好女孩，这么优秀，这一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这能证明什么呢？她聪慧啊，有担当啊。你知道你跟她见了这么多面，她一次都没跟我说过啊。你们最需要的是多沟通、多交流。有时间我把她带回家里面，跟你还有我爸好好的聊聊，好吗？少爷，谢谢你，请你不要把她带来，我不想了解，不想见到她。让开，我要休息了。哎妈，莫非做衣服特别好，我让她给您做2套衣服，好不好？我现在落魄的需要她给我做衣服吗？这点钱我还是有的。还会做珠宝。我不相信。我告诉你，你别想把她娶进来。必须娶。哎，小嘴888，说的还挺形象啊。妈，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刚刚没有为难明轩。你以为我是那样的人啊？觉得自己好幸福。我女儿幸福，妈妈也觉得好幸福。但是女儿啊，这只是爱情长征的第一步。未来这条路上有太多的困难和阻力，都得靠你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最坚不可摧的爱情，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淡、变坏、变没有。妈，你要相信你的女儿，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我相信。我说你怎么变浪漫了呀？送给你。我知道，不然你还送给谁呀？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呀？答应过你什么呀？把你手机拿来。要手机干嘛？拿过来。干嘛？干嘛？轩哥，这就是情侣一生中必做的10件事，你们做过吗？可是这每个版本都不太一样。啊，这是就结合情侣的不同状态。哎，我觉得你可以跟莫非制定一个，然后你们2个做的事儿。这些你都做过吗？那当然了，我谈的都是正常的恋爱。你没做过？是啊。我说你小子天天下班那么忙的去干嘛呢？啊，天天谈恋爱呢？没有，我哪敢耽误工作呀？可以啊，你老板没做过的事你都做过，而且还做得那么好啊！不是，轩哥，你看啊，你没觉得这个特别庸俗吗？而且俗不可耐，对吧？你看您这霸道总裁人设是吧？就是不适合。做够了吗？挺舒服啊，你坐。行了，去忙吧，我好好学习去。
要不我教教你教？你教我啊？开玩笑，开玩笑。走啊，你坐过来教我。不，你自己看吧。上海离巴黎的空中距离是8240公里。我知道，这并不遥远。可是我会想你。上海到巴黎的飞行时间只有12个小时。我知道，这并不久远。可我还是会想你。狐狸对小王子说。如果说你在下午4点来，从3点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就算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我还是会想你。莫非，我内心的感情足够坚定，所以我并不惧怕暂时的分离。是因为我知道你走之后，我会有多想你，才会不想让你离开我。你知道吗？因为太想你，我恨不得你放下所有的事情，无时无刻的待在我身边。是太阳指引的方向，你在的地方会瞬间变晴朗。是那天你留下
的花，她微笑模样像天空晚霞。天啊，你说的人就是我啊，天星光会让你留下。心啊，就这一颗留给你了，保护我，捧手心上。你微笑的模样，烙印在我心上。许的愿望要爱我很长。你眼睛闪的光，我都会珍藏。希望能抚平你受过的伤，你幸福的模样，就是我的太阳。牵着你手走到天亮。那我进去了。看天上闪的光，爱就像这样好好。开心点。拜拜。莫非。要照顾好自己。你也照顾好自己。平时工作那么忙，别熬夜好不好？然后每天都要开心一点哦。我会想你的。我也会想你的，很想很想很想。好了，我要走了。没事了，进去吧。快去吧。拜拜。Voilà ma présentation.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Merci Mavis. Maintenant, j'inviterai Moffet à venir présenter son concept de design. Bonjour à tous. Ma création est axée sur la sélection de matériel. J'ai choisi un tissu naturel chinois très unique, la hami. C'est une plante de la famille d'orties, originaire du sud-ouest de la Chine. Elle est une des principales fibres d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chinoise. On l'appelle le roi des fibres naturelles. Depuis la dynastie de Yuan en Chine, on utilise le tissu textile de hami.
Le processus de fabrication est vraiment compliqué. Moufé, aujourd'hui vraiment, ce que tu as fait, il était vraiment forte de ta part. Bien sûr, la culture chinoise dont tu as parlé, j'ai bien adoré. Mais si ça te dérange pas, bien sûr, vous pouvez bien sûr nous donner plus de ce genre de connaissances? Oui, en fait, ce dont je parlais n'est qu'une petite partie de la culture chinoise. À l'avenir, certainement, je le partagerai avec vous. C'est génial. Là, nous sommes tous impatients. Nous y allons, à la prochaine. D'accord, à plus. Bon, on va y aller. Bye bye. Bye. Salut. 孟非，你今天在台上说的话真的太有感染力了，我都快把你当做我的偶像了。但其实我有一点点难受。为什么呀？你也看到同学们的反应了，可是在国内，很多专业人士啊都对手工驻马一点都不感冒，更别说那些外行人了。也是。莫同学，今后的路呢，任重道远，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加油！加油！哎，对了啊，我们这学校啊开了很多选修课，我觉得对你有帮助，你要不要看一下？好啊。哇，真的是好多呀，要挑花眼睛。哎，东方民族服装鉴赏，这个好，我选这个了，你呢？还可以啊。但是这个教授尼古拉好像没有听过哎。喂，宝。我下课了。我也是啊，刚下班，累坏了。这都几点了，怎么才下班啊？你说你也不在，下不下班都一样，还不如自己在公司多待会儿，回家了又无聊了。那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啊？我还没吃呢呀。等一下回家自己一个人孤独的吃晚饭。我跟你说，我今天在课堂上讲驻马了，发挥的怎么样？反响非常的好，所以呢，我特意打电话过来感谢你带我去参观。什么？你怎么总跟我这么客气啊？啊？想你了啊！我先开车到家了给你打，拜拜。来了来了来了，别敲！你怎么来？我怎么不能来？这么多天不回家，我倒要看看你跟哪个狐狸精在一起了。谁告诉你我住这儿了？是不是正行啊？小兔崽子！来，狐狸精是吧？找，跪着，跪着，这个大，来打开，里边找找啊，床底下随便找啊。好。没有是吧？那你先跟我回家。回什么家呀？不回家是吧？好啊，你今天不回就永远别回去了。我现在就换锁，想回也回不了。白小曼，我发现你怎么还在跟我纠缠不清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分手了，我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分手了。你就一句分手就想打发我是吧？你想的挺简单啊，朱海天。我发现你吧，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啊。你住的房子是我的房子，房本写的是朱海天呀。我想什么时候回就想什么时候回，有错吗？哎，你要这么说，倒提醒我了啊。我放着自己的房子不住，非要住这个破酒店，我有病啊！应该是你搬的才对呀，啊？朱海天，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我应该回去住大别墅，你应该去外边住小旅馆。海天，
让我走是吧？你干什么？哎，你别动粗啊！渣男，你让我走是不是？喂，妈妈。喂，妈妈，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呀？我没有地方去，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在哪儿？我马上来找你。等我。妈妈，妈妈，咱们回家吧。我都不要了。走吧。找好了啊。房东，明远的股票又涨停板了。我看到了。除了我们之外，市场上好像还有其他人在助推明远的股价。赵明轩这小子还真有一头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明远的股价会越来越高。我们的资金明显吃紧，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想要得到明远集团的控股权，恐怕就越来越难了。所以现在是去是留，得有一个选择了。明远股票涨停，那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啊。虽然我们做不了第一大股东，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套现的话，可以狠狠大赚一笔。所以照目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是立于不败之地，进可攻，退可守啊。接下来，我想知道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如果是按照明远集团股票目前的涨法，方卫国他是吃不下去的，所以我判定这不是方卫国的手笔。你觉着呢？现在也是时候跟您说了，这个就是我提到的解决方案。你这个算盘打得不错呀，一来呢官司的纠纷解决了，二来还有钱可赚。可是你得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要答应你。我知道，唐总，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所以
你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摆出来，咱们商量。我这倒是没什么条件，困扰倒是有一个。你应该知道方卫国在二级市场收购了我们很多股票吧？不用说了，我都明白了。从今天起，明远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做。这份利益，我愿意出。哎呀，老唐，哎呀，方总，恭喜你们啊！这个明远啊，好，你先进。恭喜啊！这明远顺利拿下了海药，消息真灵通啊！我们这是要开新闻发布会，您就提前知道了，这大事啊！哎，其实我还得感谢您的助攻，不然的话，我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啊。光有我助攻不行啊，关键是你有一个好儿子，太厉害了啊！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一箭双雕啊，真是后生可畏。明远，你这么做，就是要逼着我们这些老家伙去养老的节奏嘛？啊，冯叔，你想想，我明远做的这是一个自保的事情，你说我总不能让我爸辛苦了一辈子打下的天下，就这么改名换姓吧？无父无犬子啊！老唐，你后继有人了，我看你该退休了吧？是我正有这个想法，我把棍打了一辈子，其实我早就累了。现在明轩做的挺好，整个集团公司都被他带起来了。我现在这个思维赶不上他，所以我也想过了，在我们这个年龄，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家，过一些安稳的日子，享受天伦之乐。咱们也斗了一辈子啊，累不累？累。好，咱们以后别再累啊！我看咱们以后就是打打球，来比比球技吧。好事啊！啊，这么说定了。好，再喝喝你的茶。没问题。啊，好来。那我们先去了。好，哎，再见，来来。启然，你最近很闲吗？什么意思？干嘛要跟那个人打球？他把我们家子折腾的还不够吗？凭什么跟他打球啊？啊，他也就是开个玩笑。再说了，还有一句话叫“相逢一笑泯恩仇”。凭什么呢？他想收购我们公司就收购我们公司了，他想一笑泯恩仇的时候就泯恩仇了。太奇怪了，地球不是他的，围他转呢。我们家明轩都差点拿去和亲。太可怜了。好吧，好吧，吃饭吃饭。这菜怎么那么油腻啊？不是上海菜吗？还好啊。各位领导，有个事儿我需要汇报一下。说嘛，说。咱们公司呢，现在所有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平稳了，然后呢，离下一个季度的新品研发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接下来我需要处理一下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同意。这孩子话还没说完呢。他不就想跟莫非结婚吗？人都领到家里来了，我还看不出来？不是，姑妈，莫非姐她挺好的，您为什么不同意啊？好吗？我怎么没看出好呢？那么小一个，根本就不定性，还是雪玲好。雪玲比较成熟。我们家虽然说不是什么豪门，没什么条件，也不讲究，但是门当户对那是最基本的，不能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孩来当我的媳妇儿。不是，莫非姐他们不是在大街上认识的，他们是在发布会现场认识的。对，发布会。有区别吗？这跟大街上，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哎呀，姑妈，你这个是太传统了，很多思想观念应该改一改了。我表哥娶的是爱情，不是条件，对吧，表哥？是爱情。你小孩子，你懂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只有门当户对才能产生真正的爱情，只有背景条件相当，才不存在谁占了谁的便宜。大家坐在一起才有聊的话题，只有经济和精神上平等了，在漫长的相处过程中，才能做到人格的平等和家庭地位的平等。哎，是。你们以为错位的条件能滋生出爱情？错，只能滋生出离婚。你踢我干嘛？嗨，我是想让你吃点菜快凉了。我告诉你，明轩他在工作上可以杀伐决断，但是他在感情生活中就是个傻白甜。来，哎呀，你也吃。妈给我收饱了。你哎，你还没吃？喂，哎，好，我知道。等一下，我出来了。你看你这孩子弄的，这孩子饭都吃不下去了，你这。我说的是事实，你给我听着。姑妈，你说，我听说这门课的老师是个中国人。据我所知呢，东方民族服装鉴赏，要不就是日本人老师，要不就是中国人。是哪国的不重要，主要是他长得很帅，而且很年轻哎。然后呢？然后我的春天就要到了呀。好吧。哦。不是我的，是你的。Bonjour à tous. Vous vous souvenez de moi? Je m'appelle Fang Xiaoyu. Certains étudiants ont peut-être une impression sur moi. Je vous ai déjà parlé de la culture chinoise. Ce semestre, nous allons avoir ensemble des séminaires sur l'évaluation et l'observation des habillements nationaux orientaux. 来，唐总，喝一口，喝一口。我这找你出来陪我喝酒啊，你怎么比我喝的还开心？我想喝酒啊，多多管我管得死死的。他说我酒精依赖，哪儿不让我去，烦不烦人？所以你必须还得敬我一杯啊，让你出来放个风。敬你，敬你。谢谢。没想到也在这里碰到你，挺意外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国内发展不都是上升期吗？很少有人会激流勇退吧？我几斤几两还是分得清的。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设计师的话，我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好。哎，对了，方正怎么样？谢谢你关心，他现在挺好的，在国外有了新的生活，交了好多朋友。我就知道他性格那么好，肯定大家都会喜欢他的。你也不差呀，听说你用苎麻完成了作业，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能用那么寻常的材料做出来那么精致的作品，很了不起。那是我了不起，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了不起呢？那肯定是都了不起。只是我没有想到你会回来。哎，我不像老师是吗？没想到你会回来当老师呀。我对于专业呀还是挺认真的。我之前只做中国传统服饰的课题研究，研究效果不错，母校就把我邀请来了，担任这边的选修课老师。不得不说一句，大神就是大神，上完你的课呢，让我受益匪浅，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你的课。真的假的呀？当然了，你看今天的出勤率啊。那我记住了，以后呀，我要好好的盯着你的出勤率。如果你哪天不出勤的话，你今天就是在骗我。放心，我会好好上你的课的。走了。若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边。你是4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若你安好，便是晴天。鹅黄，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天真，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誓言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希望，是暖，你是人间四月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